家里来帖了，而且一来就是4个。你说这点破事儿，我一宿醒好几回，完了这手还好了呢，你瞅瞅这二人转跳的。我昨天晚上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点菜吧，他们给我发的都是什么腰子、肥肠、生蚝。我说你们能不能吃点老娘们吃的东西？不怕吃完了回长胡子吗？这个烤猪蹄儿、部队火锅、巧克力慕斯，做这几个菜都没什么风险，但是这小炒肉呛的我差点没把眼珠咳嗽出来。来我家 K 包肯定少不了，但今天这个 K 包啊，我还放了点虾，所以它就是虾鸡包。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名儿。再分享一个温乎知识：丝瓜汤下奶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告诉他们这活我能干。我说你们赶紧吃吧，等你真需要喝丝瓜汤的时候，你妈跟老婆婆肯定不让你吃丸子。最后我寻思煎个虾饼，但我没想到我准备的是小心心，结果煎出来都是小圆脸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我没有暗示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烤蹄儿、浓肉、丝丸、虾鸡煲、烤土、虾饼、巧木不火。我说姐妹们都是老酒魔了，谁也别装犊子了。我特意准备了1箱米色，它的配料里只有水、糯米和糖，而且它才6度，不像那闷头辣口的玩意儿，这加点冰又解辣又解腻的呀。但是他们几个问我说5个人才1箱，你咋想？你说这帮混那再好喝也不能拿米酒对瓶吹呀。送我俩喝一杯吧。好。为啥跟他喝不跟我？没有。我们4个敬你一杯。长句，来。哎呀，暂时没整明白这一顿是福还是祸呀。前2天回村里串门去了，这下雪之后的村子可太渴了，就真的感觉山上的空气和城市是不一样的。我甚至感觉这个空气是清甜的，而且山上的雪都是亮晶晶的。我踩的这个地方是山上雪最浅的地方。其实今年雪小，往年雪大的时候跳进去基本就看不着腰子了。要是愿意发呆，就趁有太阳的时候躺雪里，啥也不想，就听风声，贼舒服。但下山的时候我们开错道了，找了个老乡问路，老乡还挺热情，他说你们要不着忙就在我家待会儿。我家那俩羊干起来了，你们猜猜谁赢面大？完看看今天我这几个姨都给做啥好吃的了啊！这一锅是干靠的羊排和苞米，这锅上面蒸点白肉，下面这是我最愿意吃的小笨鸡炖土豆干。这土豆干梗梗啾啾的，可有嚼头了。这还有一条干靠的大鱼，我老姨夫做了个纯农村菜，炸黄豆芽，这玩意儿越嚼越香，比土豆干还香。然后我来我姨姥爷店里吃肘子，我昨晚上现给炖的，今天连锅给端来了。然后买了2只龙虾，这过年红彤彤的，老头看着多喜庆。我们呢是早上一起上的车，开了不到3个小时，我发现这家伙比我能憋尿啊。我二姨还整不少野菜，我都不认识啥。他说1共2来个菜呢，你们要饿了先出去喝点西北风去。完我们哥仨上车干游戏去了。这游戏陈小春代言的，上来直接100级，开局就1把刀，装备无限合成，3天就能干出火龙套。完动不动就100倍暴击，又爽又解压。要玩好了卖装备还能整点呢，点左下角就能玩，无聊的时候可以干一下。完饭好了我们就赶紧回来了。我一瞅这桌子上19个菜啊，我说二姨你不说20多个吗？要不说我跟我二姨好呢，人一句话就给我讲明白了。他说你他妈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赶紧给我滚。反正这一桌子除了那点鱼和虾，剩下什么肉啊菜啊都是自己家养的。这毛葱炒鸡蛋也好吃，我吃2碗饭。不知道为啥他冲着毛葱吃着发甜。我再强推一下这个炸黄豆芽啊，真的贼香，这一盘都让我吃了。后来酒过3巡，我小哥性情了，他说喝饮料没感情，但开车了没办法，给大家干一碗肘汤。咱说心里话，我小哥这人能处啊，有汤他他妈真喝呀。我今天早上上市场买菜，看见一个档口有一个特别大的电磨在那卖现磨的芝麻酱和香油，那味儿老香了。我在那个摊主的极力推荐之下冲动消费了，我买了20斤芝麻回家自己磨。这回再用石磨吧，我们就有点经验了。我们上来就把眼罩套上了，但是芝麻并没有黄豆那么扛霍霍，搅快了就成渣子了。要想磨出很顺滑的芝麻酱，就只能这样慢慢悠悠的一圈一圈推，然后一次呢只能倒这1勺芝麻。这几盆我估计得盛个8000来勺吧。但磨芝麻酱不加水，石磨用就堵了。卖芝麻的告诉我，这个时候你点点香油就好了。他这办法倒是好用，但是磨香油的时候往里点香油，那世界上第1滴香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10斤芝麻正好磨了10个小时，然后按比例倒热水给它搅一搅，香油就浮上来了。哇，这个事儿太神奇了！它刚开始的时候就跟麻酱一样，但是不断的敲打就会浮上来很多很多油，而且芝麻在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寻思磨成芝麻油不得更香啊！我们趁热赶紧尝了一下，这10小时真不白干呢，它跟外面瓶装卖的一点都不一样。我们自己磨这个香油一点香味都没有啊！我操了，哥们儿仨的他没有芝麻味儿啊！
然后在崩溃的边缘，我们又开始磨芝麻酱了。但我实在是没心态了，我出来拾掇我这些手机。这是为了感谢粉丝支持，联合拼多多做的福利，都是全新正品的 iPhone 13，链接放到评论区了。大驴已经要下手了，你们也赶紧掏一下子。玩麻将磨了2个小时，实在是磨不下去了，已经磨了16个小时了，再磨就不是心态崩了，心脏就要崩了。早晨倒点自制的香油，再倒点之前自制的蚝油，调个油底。麻将咋回事就别问了，你瞅我弟倒那玩意儿就明白了。我真服了，16个小时啊，那怎么香油不香，麻将还干苦呢？完，我们昨天还特意在饭店借了一个奔驰锅，但家里电磁炉不行，我们又给它端到炉灶上去了，磨了1天1宿芝麻呀，到最后居然买的现成的调料，完蘸着吃的火锅。我这一下彻底崩溃了。那原来我咋的也是一顿饭吃6、7个菜的手的，怎么现在一天吃1顿正经饭这么困难呢？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活的真不是人干的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现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包了2两。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一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式记的方子，它是2叉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苏啊！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。但擀完皮有点饿了，就寻整口吃的先垫吧垫吧。这箱零食是我从拼多多上抢的，他们最近7周年庆加大补贴力度，出了个零食任意抽的活动。我抽到了自嗨锅、虎皮凤爪、园艺森林、乐事薯片啥的，这平时买得花好几百，现在直接白嫖。链接放评论区置顶了，这是粉丝专属入口，链接在就说明活动还在线，你们赶快去试试吧。然后这回的面皮就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，我决定换个思路。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食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儿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呢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那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，你说这事儿整的。